出界。 这不是你的武功，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这才几日，你怎会如此精进呢？想知道啊？交出封印，我告诉你。 穆景秋，你怎么变厉害了？是他变弱了，他可能受伤了吧？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亲王复命了。 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哪知道你遇上了门三刀。我没事儿。你是因为刚刚受伤，所以速度才不快的，不然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嘛？不。 我是想速战速决，所以我一点都不慢。但他的每一刀都能击中我的剑矢，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刀，没错，他用的是刀，使的是剑法。 三法印剑，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精进，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三法印剑果然名不虚传。 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我必须要找到静态秘藏，跃进其中的武功秘籍。我叫卓不凡，能追无尽境，实是不凡人。只有敢于四处漂泊的人，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 所以我的一生，赌命、赌生死、赌未来、赌命运不公、生不逢时。我偏要2两破剑击破300金甲，赌生死无常，尘世浮华。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定。赌未来可期，大业有望，我要守住门派最后的希望。但只有他，我赌输了。我原本以为这世上的缘分。 是相遇的太晚不行，但实则相反，相遇的太早亦不行。我永远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站在花下，笑起来满面春风。只是后来，即使他一直在我身旁，也再不是一生一世，也再说不出那个回答了。
年轻的时候，我总在追寻那个答案，但在滚滚红尘中活久了，只期望江湖不再有杀伐纷争，世间也不再有痴男怨女。就是个普通商人，平日里会来推销一些东西，价钱挺贵的，不过东西也都挺好的。父亲怎么会问起这个啊？人家送我东西，我该知道是什么人吧？他叫林浩瀚，不过他都是叫自己 Lucky， 英文，好运气的意思。不错，运气是不错。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商人？确实就是个普通商人。他平日里就是到处收货卖货，还卖了不少东西给格格，应该赚了不少钱。这个林浩瀚最近弄了个大铺子，这2天就要开业了，听说还请了格格去呢。那就是巧合。只能是巧合了。他这个东西本身也算不上太值钱，料和工都属于中等，不能算是上品，倒是送人的好选择。他一个商人拿这个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东西送给王爷，倒是合情合理呀。好，不管怎么样，此人也是无意间帮了个大忙。昨天你睡的地上，今天我睡地，你去床上睡。没事儿，我是男人嘛，睡地正常。那我陪你睡地上。那不行。那你陪我睡床上。那更不行。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我都不介意，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上次已经有辱斯文，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怎么能做如此不公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把案子结了，我就提亲，明媒正娶。现在师傅也走了，我们都一样，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我信你，我等你娶我。我王家洛，非你不娶。你先睡，我出去透口气。那你早点回来，我一个人怕黑。片刻就回。哎，停！回！
家洛兄，浩瀚兄，有缘有缘，真是有缘啊！我这一路上一直在打盹，就看了这么一眼，就看见家洛兄你了。你说巧不巧？我的商号明天开业，之前就一直想请你，就是找不到，结果就这么就碰上了。这是请柬，地址就在这儿。家洛兄，你可一定要赏光来捧个场，咱们的好兄弟门三刀也在，大家好久不见了，一起聚一聚。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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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话怎么这么多呀？这是老板明天庆典的时候家洛兄送给我的，给我个面子。这个是因为家洛兄给我面子，我感激你的，收好。哎呀，太匆忙了，没带礼物啊！我是说，没准备家洛兄你的礼物。这不用不用，你开业大吉，理应我送你礼才是，收去。没错啊，就是我应该准备好你送我的才是嘛。不过没关系，咱们兄弟之间不玩这些虚的，心意到了就好。前门啊。还有一个事儿，家洛兄，明天你最好能穿上你那身北洋的军装过来，这样别人一看，兄弟我在军界那也是有人的。你记好了啊，前门军装，前门军装，前装金前金前前门军装，记住了。对，家洛兄，记好了啊。走，千万别忘了啊，家洛兄，千万别忘了。你究竟是什么人？他也是我的同志。你认识云记？于培伦，字云记，7年前到日本留学。我和他是一起加入的同盟会。就在上个月，广州起义失败，云记被俘，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学术杀不了，革命党人犹杀不了。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去年，裴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人已不在了。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义后我写下的。同志，你一个王爷的女儿，北洋将领的妻子，你是同盟会。
穆青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我看这帮人啊，根本不知道雇他们的是谁。无妨，反正我们知道，除了日本人还会有谁。那女的应该叫青衣信封，或者是他手下。我去会会他们。哎，穆青兄，那可是日本人。日本人怎么了？如今洋人。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存清大人一直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招惹他们。好，那我去问问存清大人。穆青兄，那这些人先关起来。还关着干嘛？能帮着日本人对付咱们，就不用浪费粮食。找一些平日里没审过疑犯的新人们，拿他们练手，审到死。自属下追踪禁坛密藏以来，日本人一直在从中作梗。为首的叫青衣信封，他们已经数次偷袭、跟踪，甚至意图谋杀，如此猖獗，忍无可忍。还请大人应允，让属下出手制裁。你怎么制裁？只要大人应允，属下今夜即可密杀青衣信封一行。杀了之后呢？属下可以将其做成意外。所以你是说，穆青因为你掌握了浮屠司的秘密，所以才把你关在身边？然后因为这阵子他没法时刻看着你，就把你送到我这儿来。门三刀这个大内走狗，居然利用我！我马上陪你离开，你放心，我妥妥当当的把你安全送走。你去香港还是日本？不行，我不能走。不走？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你是朝廷钦犯，是谋逆乱的，随时都能推到菜市口砍了的。听我的，马上走。文三刀那边我来解决，我看他敢不敢跟我要人。你先听我说，禁坛密藏拥有者留下的遗愿，就是要把这笔财富赠与同盟会。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个线索，协助联络的。现在谭县已经牺牲，清廷、北洋、日本人都想要抢夺宝藏，无论落到任何一方手里，都将会辜负很多人的心血，更是愧对了历经多年磨难的护宝传人。所以我要留下来，我要找到宝藏，而且我绝不能走，绝不能离开穆大人。你不能离开穆青？对。为什么？在浮屠寺的时候，穆大人不得已继承了菩提院的传承，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封印在什么地方。你有口令，所以只有你知道啊。事关重大，我暂时不能跟你说明，但是没有找到宝藏之前，我是不能离开穆大人的。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住在你这儿还不是帮我啊？这不算，这算我帮了门三刀这个朝廷鹰犬。哥哥，其实我觉得穆大人他不是寻常的鹰犬。他知道我是同盟会之后，没有把我送去刑部大牢，也没有对我进行严讯逼供，他甚至还表现出对我作为的理解。我觉得他有着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同情。是啊，穆青他过去跟着先帝是一起参与过变法的，他不是那种陈旧思维的人。这段时间，我和穆大人就民主和维新都交流过，我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像那些清廷拥护者腐朽和愚忠，他是可以接受革命思潮的，是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的。如果能够说服他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你想游说他加入革命，你觉得呢？我之前从来没和穆青聊过这些，但有一点你要知道，穆青是旗人，先帝过去要变法，他能接受；如果是同盟会搞革命，他未必会赞同。你不也是旗人吗？我浏阳回来的。
达摩传人王家洛，这该说是巧合呢，还是宿命？不管是巧合还是宿命，他这个传人都没有什么用，他根本没有封印，也不知道达摩封印究竟是什么。未必，他既然有传人的身份，就有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第二件事，下月初6，在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有一个南少林传人30年之约，如无意外，将会是4位传人见面的日子。4份封印会聚齐，不知道他们都会不会去，也不知道能不能聚齐。戒律和菩提封印在卓不凡和门三刀的手上，他2人肯定会去。王地宝也会去，但他手上没有封印。关键是，事关宝藏的第4个人可能会去。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门三刀在查，他动用了内务府大量的资源，应该会查到。第3件事呢？王地宝和他的老疯子师傅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纹身或许是地图，也有可能是封印，这个疑点不能不查。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地宝身上的纹身，还是 X-Pro 吧，我用过。好，你拍下来，我安排专家去分析，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一定能够查出来。你已经说服王地宝了。他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讲传统规矩的男人，但他也是一个男人。杀了你就清爽了，事儿全到我这儿来了。母亲啊，现在的日本人惹不起啊，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时局太敏感了。不但日本人惹不起，德国人、英国人那帮洋鬼子都惹不起。一旦让他们拿自个儿的国民死在京城来做文章，很容易就被他们搞得离谱了。弄不好还得割地赔款，太不值当了。要忍，就是要忍，还是要忍。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这儿是租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年年割地，年年赔钱。爷爷慢走慢走，常来常来啊！这里面不能进，滚！叫青衣信封出来见我。你是谁？我是你祖宗，叫青衣信封滚出来见我。就是。又失手了。安排了17个人，可是人全都不见了。什么叫全都不见了？一个都找不到，毫无踪迹。青衣信封，滚出来见我！怎么又是他？我们都避开他了呀。从后门走，这里是会馆，他也不敢惹事。
秦一信封，你不出来我就进去了。聋了吗？喊你，你没听见啊？母亲大人，您赏光来我这儿，我总得换件衣服再出来见你。你是卖的呀？见客还有见客的衣服？竟敢如此无礼！你什么意思？哎，贵客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我们不能没有礼数，你说是吧，母亲大人？一个下人在主子说话的时候随便插嘴，确实没有礼数。让他自己扇自己一个巴掌，我恕他口无遮拦之罪；要不然，这个巴掌就是由我来扇。母亲大人，这里是日本会馆，您若是来喝茶聊天的，我们自然以礼相待。我把门都给你砸了，你觉得我是来喝茶聊天的？内务府的大人不会不知道擅闯别国会馆的后果是什么吧？那你知不知道行刺内务府大人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行刺王爷是什么后果？你雇佣17人携带兵刃，埋伏在王爷府外，意欲行刺齐亲王重罪，铁证如山。我就算杀你全馆上下，又有谁能奈我何？若真铁证如山，恐怕我这会馆已经被你的人围堵了好几层了。你一个人来，不就是告诉我说你没有证据吗？人你抓了又怎么样？那些都是你们京城人，你怎么证明他们不是诬陷我？拦住他！我说了，你自己不动手，就由我来扇。证据这种东西随时都能有，只要我想把你的人抓回去时，我让他们说你是个男的，他们都得乖乖招供画押。你几次派人跟踪我，那些人有几个回来？明知道你的人都死在我手里，你能怎样？我现在直接把你们全部诛杀，你又能如何？母亲大人厉害，敢不顾两国邦交。邦交，你还真好意思说呀？你要是不招惹我，我何时看过你一眼？青衣信封。我今后行事，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败类。记住我说的话，否则下次就不是扇脸了。我一定要杀了他！你劳顿那么多日，得好好补补。我真的喝不下了，你不困啊？我不困，这么久了，我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同志，我兴奋还来不及呢。我跟你不一样，云姬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她说我身份特殊，最好隐藏起来，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平日里我就是个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哥哥，无所事事。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做点事。你们之前是查到了福建，南少林以前也是在福建。是啊，我觉得这件事很可能跟我爹和仲海潮有关系。怎么了？仲海潮一直是负责北洋在京城一带的驻军，这是个重要的位置。但最近我爹好像动了一些关系，让他调任福建。我之前没在意，现在想想，会不会就是为了密藏？他什么时候去？这几天就走了。等他走了，到时咱俩就自在多了。你和你先生，我怎么总觉得你和你先生好像不是很亲密？我是王爷的女儿，我的婚姻根本就没得选择。
之前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我和穆青会那么熟吗？我和他是初恋。穆青还是先帝的御前带刀侍卫时，我们就相识了。只是碍于门第差别，谁都没有说破。穆青不小心在御前把给我做的香囊掉了出来，被先帝看到了。先帝知道了我俩的事情。先帝从小就疼我，穆青又是他最欣赏的御前带刀侍卫。先帝说，都要变法了，还在乎什么门第？但为了让我爹能接受，先帝先是破例把穆青从正3品升至正2品，说变法之后再升他为1品大员，然后给我们做天子媒，然后就变法了，然后百日维新就失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多久，父亲就给我安排了婚事。钟海潮就是他选中的人。母亲，我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我要有事业，要看得更远，所以我不能有选择。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真是个可恨可恶的时代。穆青最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而我偏偏嫁给了一个北洋军官，可想而知，穆青心里是有多么难受啊！我也是旗人，为什么我会加入同盟会？因为我恨我经历的这一切，又无可奈何。直到我遇到了云际，他给我看了那些书，他让我明白，我可以就这样任由时间把一切抹去，我也可以挣扎和反抗，去摧毁这个无法让我们去做自己的时代。我是旗人，是王爷的女儿，出身是我无法选择的，加入同盟会是我的选择，是我第一次
真正的选择。穆大人也会像你这么想吗？我希望他可以。如果你可以游说他，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的。我可以试一试。对了，穆大人身上有一处纹身，你知道吗？当时浮屠寺的方丈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纹身才让他进去的。那个纹身纹的是环绕在一起的鸽子、毒蛇和猪。为什么要纹这个？我问过他，他也不知道，说是师傅给他纹的，可能是提醒他时刻自省吧。这个纹身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方丈看见这个纹身就认定他是菩提院的传人，可能这是他们师门的标记吧。他师父也是想要维新的人，先帝也是要维新的。我想母亲会接受我们的。他是我们必须争取过来的人。真快啊，天都要亮了。是啊，天就要亮了。哪怕冷眼